多了。我觉得我对她非常的好，处处宠着她，但是很多时候我却得不到回应。我这个人很要强，而且做事很果断，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累，他很多时候不理解我的想法。我们一直在一起读书，后面也准备找个时间见见双方的父母，但是遇到了很多意见不同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呢。我其实一直有很大的压力，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承担以后的困难，也希望他能够慢慢的理解我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谢先生，22岁，来自重庆，学生。彭女士，22岁，来自四川，学生，有请。欢迎啊！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19年入学的那个冬天，然后咱们认识的。就那段时间天气比较寒冷嘛，当时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然后哈气，然后搓手那个，就是长级嘛，然后心里的话就想着，还是挺好的。哦，逢到了一个哈气的姑娘，然后你就开始追是吗？对，然后就从追开始到现在，咱们已经认识了3年多了嘛。追开始的话，我对他都是100%顺的，然后他对我也很好，但是到现在的话，他就是不管我做什么，他就会百般的刁难让我。发生了什么呀？有一次的话，就咱们一起出去买鞋嘛。买鞋？对，因为他是更加偏向于步行的，他不喜欢坐车，然后每次的话可能出去走个6-7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然后有一次的话，就出去买鞋的途中嘛，然后他的脚可能就出现了不合适，然后我们就到了附近的一家鞋店，然后看了几双鞋，然后我就说，你把这个鞋穿上了对吧？咱走几步路，看一下这个鞋合不合脚，如果说合适的话，咱就把这个鞋买了嘛，就让他在鞋店里走几步路试一下。他就很生气，不想理我，他就说走了这么久了，对吧？我脚本来就很疼了，你又让我继续走。然后对呀，本来已经走了很久了，你还让我一直试鞋，而且我穿的鞋子又不是就是说穿个1-2分钟脚会痛，而且本来买鞋的话就是咱们都会走2步路试一下嘛，对，看不看合不合脚嘛。但是我试了要合脚呀，所以我就很果断的就买了呀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？但是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说我又没花你的钱。对呀，是没有花你的钱，我自己买东西。关你什么事嘛？我想买就买，不买就不买。是啊，我喜欢我就买了呀。但是因为当时那个店里面那么大，你说了这句话，当时其他店员还有买家嘛，都向我看了一眼，我就觉得当时那个场景，说实在的，挺让我心酸的，心里真的挺五味杂陈的，很不是滋味。能理解。你说鞋不舒服，我们一起去买，我给你提了个建议，结果你还怼了我，是吧？对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女生可能没想那么多，对吧？对啊，只是那个时候累了，然后脚不舒服了，赶紧买双鞋就过去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，给你一拆解，它就不是针对你的嘛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？就有一次，咱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嘛，等待上菜的过程中，我就在那里看手机嘛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把手机放下嘛，没问题，你说啥就是啥，咱照做就是了，对吧？”然后我放下了之后，然后他就在那里独自拿起手机就看。我说：“我都已经把手机放下了，对吧？你也把手机放下，咱说说话没有问题吧？”然后他就当时瞥了我一眼，就说：“要你管啊，我爱怎么地。”但是事情不是那样子的呀，根本就不是说在上菜的途中，而是菜已经上好了，然后我们都在吃，4个人都在吃，就你一个人玩着手机，我盛着面条，然后我站起来都挑起来了，但是我害怕汤汁溅到朋友的身上，我踢了你一脚，你还是玩着手机，你根本就没有看我，你让我没面子，我可以让你没面子呀。但是我已经照做了，你叫我不耍不玩放下手机，我说行没问题，我陪你。但是我盛面条，你为什么帮我盛？还是别人男朋友帮我盛？但是你给我讲一下嘛，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踢我一下，我以为是你误踢了，还是说你是存心的之类的？你太细腻了，你太细腻了，这事儿哥我早忘了，所以他能对一个哈着气的女孩感动，确实细腻。这事儿不就过了吗？小年轻人。但是他让我在朋友面前是真的挺没有面子的。行，还有啥？还有一次嘛，咱平时就是男女朋友嘛，更加喜欢出去逛街。然后他就是那种非常的说一不二，说好了今天让我约定10点半之前必须出这个门。我说我给你2个时间化妆整理一下，咱再出门。到了10点31分的时候，然后我说咱走吧，然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下。
都10点31了，还出去什么呀？没心情出去了，不出去了，然后就一整天不跟我讲话。可是是那回事吗？一周就出去逛一次街，然后我们会约定好一个时间，如果是说下午5点半出去逛街，我就会3点左右吧开始化妆，整理头发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发消息，我就跟他说我要快收拾完了可以出门了，然后他还是躺在床上玩着手机，完全就是说不顾我说的是什么，还是自顾自玩自的。没，本来我们男生收拾东西都比较快嘛，对吧？收拾一下。对啊，你快那为什么就是到点不能出门呢？而且我们出去逛街又不是少了这1分钟，多出去补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你非要何必在意这1分钟呢？但是你明知道我的性格，你还会一直拖拉，让我生着气出去逛街，那我还有心情吗？根本就没有心情啊。最后去逛没去逛啊？没有，他就是说一不二，只要他决定的事情，我是没有办法左右的。对，就有一次，咱就是出去吃饭嘛。店里面的话有2种碗，然后他就说你帮我拿一个碗嘛，我说要那种还是要那种带花的嘛，他说都行。然后当我把碗拿过来之后，他就说我跟你讲了，我要的不是这个碗，你耳朵长什么去了？听什么了？我跟你讲了，你没有听吗？然后我当时心里其实是挺难受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毕竟她是我女朋友，然后我就回去把这个碗给她换了，然后他就说不要了。后面我就把2个碗都拿过来，不要了。而且还有是因为他的胃不是很好嘛，然后我就说我把这个饭和菜稍微煮软一点，这样的话对你的胃也比较好，更容易吸收嘛。但是每次在做饭之前，然后你就会问我要吃什么，我会明确的告诉你。而且我每次都是按照你说的做了。你对呀，但是你做了吗？每次我说我那个菜，我是说不要吃太软的，然后你呢炒得很软。但是我们都已经吃了1年多了，你也没有说啊，你现在却百般的刁难我，那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那你让我怎么想嘛？我怎么做嘛？之前我胃病的时候一直吃着各种软的食物，那个时候已经很腻了，所以之后我想就是胃好一点，我想换一下胃口，然后我就会跟你说什么菜我要吃，就是说你们我来一句啊，你们现在都在一起了？我们是合租，就是我和我朋友合租，他和他朋友合租，然后会串门，是这种。就是做饭也被人挑剔是吧？前期没有，前期都一直挺好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他开始挑剔你了呢？就可能因为我们就出来工作嘛，工作1年多，可能在第一次换了工作以后，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挑剔我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那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觉得他开始挑剔了？咱们不是交往朋友吗？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，咱还没有正式同居之前，你就不要跟咱家里面说嘛，因为那个时候就在学校里面。我说行，没问题。到出来，第一次实习结束到第2次搬家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妈讲了，我说咱谈朋友了，谈了一个比较好的，比较勤俭持家的。他后面的慢慢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从那以后他的性格就完全的变了，对我非常的冷淡。为啥呀？因为最开始我就说，想着如果是能够稳定之后再告诉父母，但是他就是刚在一起就告诉，然后告诉了之后呢，如果是之后有什么变故，那么就是可能会家里的人就会村里的人也会传开嘛，然后有可能就是说当时就感觉到他只顾他自己，就没考虑过一个女生就是分手后可能就是说，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已经真是在一起了呀，而且我觉得又没有跟亲戚朋友说，就只是跟咱爸妈讲一下，人之常情嘛，对吧？你不管说做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还有什么呀？行，那你见过他父母吗？还没有。你见过他父母吗？没有见过。近期的话可能有打算，但还没有具体的。你就觉得他的变化是你的母亲，你跟你的母亲说了你谈了女朋友之后，他变了，是吧？对，就在之后，他就性情就完全的变了。你们是今年毕业还是已经毕业了？已经毕业了，但是现在升学了，专升本。都升本了吗？对，都升本了，都已经成功录取上了。升本是谁的建议？最开始的话，我是只想着他一个人去升本，因为我想的是我直接跳过本科去考研，想着说能够提升一下学历，希望他过得好一点。但后来的话，在报名的时候，他说你不报名，我就不报名。因为我的依赖性还是很强的。我专升本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说行嘛，报个名嘛，没关系嘛，你起码还看了一些题之类的嘛，咱就报上了。然后后来就录取上了。你刚才说你要考研是吧？
对，我想着考研。考研要更好的照顾他，他需要你照顾吗？我这边是家里是独生子女，从小就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起。爸妈呢？爸妈就是长期在外工作啊。我每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别的小朋友家里都有哥哥姐姐啊，或者亲戚之类的过来小朋友玩，我是体会不到那种就是呵护感、被爱的感觉。所以说我尽所有，把我能够给到你的爱和关心，我都可以通过我全心全意无私奉献。对，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？我有一个姐姐，然后已经结婚了。爸妈呢？爸妈现在是在外打工。你们是计划今年要去见他父母是吧？对。今年我这边去见他那边家长，想着认识了这么久了，给彼此有个印象嘛，因为现在有时间，想着还是去见一下更好。原本是打算咱今年毕业的时候就买辆车的，代步用的嘛，然后现在跟咱爸妈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嘛，他的女朋友他说买车这个事情先缓一缓，对，先征询一下他的意见同不同意嘛，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要强的，如果说他不同意，那我基本上是去不了的这个东西。这跟车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想着去他家里面能够更加体面一点，乡里乡亲，知道了这个事情也好，对吧？也让他们家更有面子一点嘛。村里的人就是很在乎别人带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回家，然后什么样的交通方式，他们是很注重的。有一次回外婆家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说：“你们走路不坐车嘛？”当时就感到很心酸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妈妈她回那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很难过的，所以我就想着，在我男朋友回家的时候能够开着车去的是这种。所以说我有时候感觉很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不会就是说对任何人敞开心扉。所以你对婚姻是有憧憬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说我之前是想等到我们彻底稳定之后再告诉父母。这就是男生敏锐的感觉是对的嘛。他是变了嘛？他开始对生活有思考了嘛？他不仅仅满足于爱情了嘛？对。我现在能够理解女生为什么气愤了，是因为我们的事儿在我看来可能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但是你却跟你的父母说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再到我们家再提个亲什么，好像我就是个嫁出去的姑娘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在当地的习俗里，你不尊重我，因为我还没准备跟你结婚，我理解的对吗？对，但是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有任何的变故，谁都不确定。这就是真相。我们可以谈恋爱，我们可以有未来，但是也许未来会变，对还是不对？对。对，你要愿意接受，我们俩就接着谈，但是我不承诺你一定会嫁给你，是吧？不确定。你看，不确定嘛，姑娘说得很清楚嘛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她变了。过去你可以牵着她的手走，过去你可以帮她做很多的人生规划，今天她说不可以。你的感觉是对的呀，所以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看，走上社会才1年多的体验，把你们2个人自欺欺人的恋情，它的盖子揭开了。1年多的社会经历，为什么他会感觉到如此大的变化？在大学生恋情的时候，你更多的注重的是情；他上社会以后，你看到了物，你又考虑到了今后怎么面对认识你的人，也就是一个面子。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男生，到那时候可能就是30岁、40岁了。但是20多岁，他也渴望走进婚姻，你可以给他这样的婚姻吗？所以今天我不说什么，我希望2位思考一下，这段恋情怎么走？今后我渴望得到什么？他有没有可能给我？你也同样需要这样的思考，然后慎重地做出决定，好吗？谢谢波红兄。